每当我感觉寿元不够用时，就会将周围林草焚烧殆尽。因为只要毁灭拥有生机之物，我的寿元就能凭空增加。可这方世界所有大层强者都被困死凡间，任你天资绝世，也无法飞升。就在我以为要继续苟到天荒地老时，安哥，是我，阵法开一开。对暗号，你在此地不要走动。哈哈哈！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安哥，10年没见了。一共10年09天，3个时辰，你还剩3年寿元。最后3年了，朋友一个个离世。1年前史德淼也死了，如今快轮到我了。史德淼也死了。安哥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如今我只剩你一位朋友了。是的，我对时间已经没有概念了。安哥，我那半吊子皇朝还有许多事务要办，子孙之事也不少，这一去恐难再见了。去吧。好兄弟，别了。还是去。仙人。是此处没错，为何没人？绝对是仙人。就是奇怪了，果然如此。我乃仙界仙人，奉命下凡，带所有大成10层上仙界成仙。速速关掉阵法出来，随我前往仙界。见过仙人前辈，晚辈在凡间还有些事情未了，不知可否稍后再去仙界。另外，我有一位兄弟也是大成10层，前辈可否先带他去仙界？凡间所有大成之人都会被带到仙界成仙，无人能例外。快些，我赶时间，否则休怪我破了这阵法。好，可否给晚辈一些时间收拾行囊？直息时间。安哥，我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没想到仙界来人了。你小子命还真大。这些仙人似乎来自不同势力，往后我们不会见不到了吧？只要都在仙界，就有机会见面。安哥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。此方就是仙界，这是仙气，我居然可以吸收。我乃皇家执事黄宏忠，往后你们皆是皇家外族弟子，由我管理。你们身后仙山有足够洞府，各选一间，那将是你们未来的居所。此外，这是仙丹，人人一粒，服下后吸收仙气，半天之内必定成仙。这个人不像好人，这种直觉很强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皇家必定在我们身上有所谋划，或者我们身上有对仙人有用的东西。我只希望别是命。果然如此，万日不成仙便会暴露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只能赌一把。原来这些灵药只为极致聚灵，蛊毒是枷锁，并非成仙关键。三能做到，
我亦可做到。开始吧。赌对了，所有人速速出来，迟到者诛。为何没有成仙？禀前辈，我也不知为何。前辈，我那粒丹药毁了。挺好。果然如此。至于你们都很听话，我们皇家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皇家的授权，继续听话，自然会让你们活下去。若是再有人不听话，下场只会比他们更惨。所谓授权，根本是寿元收锅。寿元有什么用？又该怎么收取？我的寿元太过扎眼，若皇家能检测到寿元的多少，那就危险了。能否想办法逃离此处？反正我没有吃下那粒含有蛊毒的丹药。当然，此时你们之中定有人心存逃离之念。先前给你们服下的仙丹内含特殊蛊毒，仙界强者亦难逃皇家掌控，还是让你们亲身体验一下吧。走！我要死了！此蛊无需激发，每年便会发作一次。若没有提前服用缓解丹药，必死无疑。等此次收取完你们寿元之后，1000年内你们可以随意活动，但每年年关一到，需回来取丹缓解毒性。好了，随我去取你们寿元，回来再给你们普及更多仙界常识。仙级法宝，防御能力很强。上来。好防御，想要，就是不知此等法宝是如何锻造的。何必？想逃的话，随意逃。皇家黄洪中，见过陆前辈。进去吧。前辈，就让我进去一次吧，求求您了。城主有令，非5大家族之人不得进入兽幻秘境，速速离去。金字塔，这和我前世见过的金字塔几乎一样。进去兽幻塔之后，会有一道声音问你们消耗多少寿元，你们每人只需要选择投入3万寿元，之后会有一样宝物出现在你们面前。我在此声明，3万寿元兑换的宝物等级会在一定范围，若我发现谁没有投入足够3万寿元，当场诛杀。每人只收3万寿元。看来皇家无法查清每个飞升者具体拥有多少寿元。投入多少寿元进行换宝？仙界宝物分类，仙1品到仙10品，每品分下中上绝，和凡间的9品体系完全不同。投入3万寿元，可换何等宝物？投入3万寿元，可换仙3品宝物，仙4品需8万寿元，仙5品18万。先投入3万寿元。仙3品上等仙剑，此剑比我见过的所有宝剑都要高级。不过此剑得交出去，我还有25万年寿元，要不要也趁机换点宝物？被搜身是肯定的，但我有阵法可以隐藏宝物。先前下来接我们上来的仙人竟然看不出隐藏阵法，那说明这些阵法对仙人仍旧有用。你还有寿元，是否还要进行换宝？再投入8万寿元。仙5品宝物出示必隐异象，
定会被黄洪忠察觉。以我当前修为，根本守不住，贸然换取便是自寻死路。仙四品上等仙剑，又是上等，我这运气似乎有些好啊！继续投入8万寿元。非洲，而且是仙4品绝等。黄洪忠那艘非洲，撑死了也就仙3品，比不上我这艘。那家伙的非洲赶路极快，防御一强，我这艘品级更高，定能更胜一筹。还剩最后8万，不，刚花了2次8万，加上之前的，还剩1万。继续，再投入8万寿元。又是仙4品绝等宝物，储存法宝，可以引入体内任何部位，滴血认主即可。里面的空间比普通储物袋大10000倍以上。有了这东西，都不用隐藏阵法了，稳了。好了，决定你们命运的时刻到了，将宝物上交。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哈哈，居然有仙3品上等法宝，很好，看来你们懂规矩了。下面将你们身上所有储物袋拿出，让我检查一遍。这是什么？前辈饶命！我因昔日机缘多了几万年寿元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有所隐瞒。哼，是否住实，那得跟我回去好好审问才能确定。好了，你们大体也算听话，跟我回去。收好你们的令牌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便是半个皇家人。持此令牌，城内无人敢欺。最后谨记我的提醒，你们可以随意出入皇家，出盘龙城外不回来也行，但每年必须准时回来一次，领取蛊毒缓解丹，否则必死无疑。当然，你们若是聪明人，会发现城外比皇家危险1000倍，选择在此仙山中潜心修炼才是上上之选。还好我本来还剩2000年寿元，加上这1000年寿元，一共还有3000年寿元，应该够我突破到下一境界了吧？该死的，我只剩下1000年寿元了，能提升到下一境界吗？仙界的境界肯定比凡界难突破吧？仙人境界亦有10重，分别是星运境、星辉境、月霄境、天眼境、玄光境、虚寂境、琉璃境、圣灵境、欢愉境、道圣境。每个大境界又分为10层修为。我如今已是星运境1层，而那黄洪忠似乎是月霄境强者。此功法虽能提升修为，再辅以丹药与仙石，却能快速突破至星辉境，但显然没有那么简单。也对，把我们当成韭菜，只想着赶紧割韭菜卖钱，肯定要打点催生药剂。此功法不能修炼，我得想办法弄来正常功法。都是低阶仙级修炼资源，其内蕴含大量仙气，没问题。仙1品上等法宝面具，戴上可收敛所有气息，让他人难以窥探修为。仙3品上等仙剑，这把要上交给皇家，可惜了。仙4品上等仙剑青黄仙剑，需天眼境、玄光境强者方能发挥最强威力。我现在只有星运境，路腹不好，不宜使用。若没有足够修炼资源，甚至可以卖了换钱。仙4品绝等法宝，护空飞舟，飞行速度堪比玄光境强者，防御亦能抵御玄光境攻击。如今修为低，高频武器用不上，多些保命法宝才是上策。仙4品绝等法宝，储存金珠，这玩意儿也是好东西，甚至可以储存活物。在下次前往兽幻塔前，我需积攒更多寿元，才能得到更多保命宝物，在仙界立足。以后做什么准备，都要尽量多几百倍才稳妥。还好我拥有特殊能力，不必像他人那样通过突破提升寿元，只需毁灭拥有生机的一切事物，便能提升寿元。这仙界有仙药，我焚烧仙药，肯定比焚烧凡间灵药要多得寿元。可我如今对盘连城了解太少，想得到大量仙药也挺难。黄洪忠曾言，
持有皇家授权令牌，在城内无人敢欺。但我仍觉得冒险尽量不去为好。凡间飞升上来的这些人，应该会有人外出探索，我就安静等几天，之后去他们那里问问。道友，有事？我名叫徐清莹，住在那边洞府，与你是邻居，准备与一些相熟的道友组队外出皇家，在城内探索一番。道友可愿同往？人多更安全。我们面临困境，了解清楚环境，或许对解决此等困境有好处。我有事要忙，暂不宜外出。那不打扰道友了。道友留步，贫道有一言相劝。道友请讲。你们打听城内消息时，可着重了解城内势力结构，有无可获取修炼资源的组织，比如各种商会，或有无凡间的炼丹工会、阵法师工会等。我们就是想打听这些消息。还有，如果可以，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，或许有人会用仙石来购买，你们也能赚到些许修炼资源。此建议甚好。对了，道友如何称呼？武慈仁，武夫的武，仁慈的慈，仁慈的仁。好的，武道友，再会。在凡间有此人吗？这名字倒是陌生的紧。武道友在等我。薛道友可有听从我的建议？今日所获消息，我都记在了这册子里。武道友在此等候，莫非是想看看？卖我。我可以给你抄录一本。这简单，我复刻一下便是。好了。这是何种阵法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简单。我还有一份盘龙城地图，你要不要也复刻一下？这个可以有。那再给你一块仙石。武道友，这个就不用了，刚才你已经给了我一块仙石。你就收下吧，我有我的原则。好了，再会。这武道友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啊。探索的如此详细，城内最强之人是盘龙城城主虚寂境强者，这个境界比黄洪中的月宵境高出整整3个大境界。而在城主府之下盘踞着5大家族，分别是黄家、林家、孙家、陈家、龙家，其中黄家实力排名第1。这黄家还挺有实力。聚宝斋诚信交易不期深刻，就是他了。授权子弟欲脱困局，唯有苦修至月宵境，方可向黄家除去授权贱籍，归入正。自此不再是供宗族采掘的顶材，向同族资源与名分。黄洪中当年也是授权出身，徐清文如何打听来的？真就是屠龙少年，反成了恶龙。月宵境嘛，如果能加入黄家，也算是在仙界安全扎根。星运境的全速飞行速度，确实比以前强了1000倍之多。道友想售卖何物？我要卖一把仙剑。什么品级？仙4品。贵客，里边请。贵客请稍后，我去请执事过来。在下刘不得，聚宝斋执事，道友贵姓？免贵5。这把剑市场价是多少？你说个数。我知道你们聚宝斋信誉有保障，若价格合适，他日我有其他好东西，必定继续光顾。我给你一个好价格，13万5千下等仙石，如何？少了。14万块下等仙石，再多实在无法给了。行，不过不用急着给我仙石，我要在你们这里买点东西。这感情好，道友需要什么，我们聚宝斋应有尽有，功法、仙术、仙药等等皆有。适合玄光境修炼的功法，普遍需要多少仙石？
果然是玄光境的前辈，幸好刚才报价没有耍滑头。仙5品修炼功法原本需要更多，但复刻一份的话，普遍5万仙石就行。行，我复刻一本。功法类型有哪些？我选选。这个少点，2万仙石就行。还有，仙5品身法需要多少仙石？吴哥友，下次有什么好东西，一定记得来找我。聚宝斋随时恭候。很好，功法和身法有了，下面就是修炼和积累寿元，想办法成为仙品炼丹师和仙品阵法师。直接买仙药焚烧有点浪费，而成为丹师后，我不仅可以炼丹修炼，还能在焚烧拥有大量生机的仙药时获得大量寿元，这是得到寿元最稳妥也是一举两得的路子。搞定自己的事后，该去见见真永福了。诸位前辈，在下刚从凡间飞升，暂居皇家。我的兄弟在林家，名叫真永福，还望通报一声，让他出来见我一面。你小子会来事儿，这个好说。你等会儿，老爸，大门前有人要见授权真永福，让他速速前来。多谢前辈。安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林家？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来找我。对了，安哥，你吃了那粒仙丹没有？那里面有蛊毒。没吃，你吃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轻易吃别人给的丹药，只是你怎会在这么短时间内突破成仙？先不说这个，既然已经如此，那就想办法活下去。我有一些东西给你，里面复刻有仙5品修炼功法和身法。安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仙5品修炼功法和身法？记住，千万别再修炼他们给的功法，而且你要藏好这些功法，不能给任何人看到。我懂，安哥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你。你我还讲究这些做甚？我推演测算多年，但凡是与真永福馈赠恩义，自身气运便顺势升腾，所付出之物必成倍返还。这般气运交账之礼，经我无数次卜算印证，分毫不差。如今仙界险象环生，步步皆捷，我急需这份气运护身，化解前路危局。对我而言，真永福不仅是好兄弟，有时候还是一头神兽貔貅。对于往后，你可有谋划？我还有1000年寿元，而且蛊毒在身，只能努力修炼，才有机会活下来。不过我也打听到一个稍微好点的消息，只要修为突破到月宵境，就能真正加入林家，拿到解药。加上我此次运气好，换到的宝物是仙3品绝等法宝，他们似乎有意重点培养我，给我的仙石也比别人多5倍，足足有50块。安哥，这25块仙石你拿着。我最近获得的仙石更多一些，这些你拿着。记住，你破局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努力修炼，快速突破。这如此多仙石，安哥，你速速收好。你收了，我之后获得仙石会更容易一些。还有，随我前往一处。这2块多少？1块100仙石，2块一起，算你180。200不用找了，这个你也藏好，在别人面前千万不要拿出来用，有事就用这宝物传音给我。好了，回去修炼吧，一起努力，争取早日在仙界扎根。安哥，需要做什么事，记得传音给我。直接使用仙石修炼，速度比吸收空气中的仙气快10倍。仙5品修炼功法确实厉害，1个月下来就要突破到星运境2层了。若无意外，1000年内才能突破至星婚境，但突破速度太快，容易招惹别人注意。试想，在100余授权中，唯有我独自突破至星运境2层，岂不是十分显眼？所以压着境界不突破。倒是有一种1品性丹，可以隐藏星域境修为，只要每天吞服。我已熟悉1品仙级炼丹师所需掌握的知识。其实1品仙级炼丹师和10品凡级炼丹师需要掌握的东西差不多，只是多了一样仙火。凡间丹药可用灵气炼制，仙丹不行，需要使用仙火。所以想要成为仙品炼丹师，得先掌握一团仙火。炼丹师工会好像有仙火售卖，去买一团来研究研究吧。武道友，
我刚好想找你，你就出来了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。何事？没事，不耽误你的时间，就几句话。武道友有没有兴趣成为仙级丹师？为何徐道友觉得我是丹师？不瞒道友，我生来便有一种特殊能力，直觉极强。初看道友时，就觉得你也是丹师。我在凡间确实是个普通炼丹师，但天赋不行，想成为仙级炼丹师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觉得你一定能成为仙级炼丹师，我这人从未看错过人。其实道友应该清楚，成为仙丹师后对我们有多重要。届时我们就不缺仙石和低阶修炼资源了，也能很快摆脱眼前困境。所以成为仙级丹师的办法是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购买一份仙火。我打听过了，一份仙火需要1000仙石，我手头上也有600仙石，就看道友你有没有了。这些是成为仙级丹师需要学习的宝典，我送给你，届时我们一起成为仙级丹师。巧了，我不久前在外面侥幸捡了几百块仙石，不过据我了解，一份仙火只能1人炼化。其实我还有一秘籍，能够将一份仙火分为2份，这正是我掌握的独门手段。我已经表现出足够诚意了，还望五妖有信我一回。你我都清楚，想摆脱眼前困境，需要刻苦修炼，快速提升修为，而修炼资源是重中之重。成了仙级丹师，就不会那么缺修炼资源了。徐道友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对我如此掏心掏肺有点不好。你不怕我把你卖了？我们才认识不久。我还未看错过人，上次交易我便看出道友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，我信任你。行，多谢武道友，多谢。得演一下，让徐青莹觉得我只有这么多仙石。武道友，等我们都成了仙级炼丹师，一定能赚回来的。既然仙石够了，那我们即刻去炼丹师公会购置仙火吧。有了仙火，我可在半日内将其分为2份。不用你去，我自己亲自前去一趟。真不用我一同前去？我去过炼丹师公会，对那边了解。我也去过，所以你放心。好吧，那我在洞府等你。仙级阵法和凡级阵法确实如云泥之别，终于把最后一块阵石完工了。阵法启动，很好，果然达到了仙级水平。这个预警阵法还觉醒出一个特殊作用，可以预警附近杀气。好家伙，仙丝品绝等飞舟，我第一次见到如此高级的飞舟。不对啊，这位前辈是何许人？身上气息内敛不已，能拥有这等法宝飞舟，怕是玄光境强者吧？不是五大家族的长老。前辈，您好。我需要购买仙火。我们有各种等级的仙火，前辈里边请。道友你好，我叫黄子胜，炼丹师公会执事，很荣幸能招待你。你好，前辈您好，我叫黄欣音。这位是我族里的小妹，想在一旁观看学习，不影响此次合作。道友此行前来，是有什么要买或者要卖，亦或者想与我们公会合作？我最近收了一个徒弟，他学习1品仙丹知识已有1月，我准备让他正式成为炼丹师，需要一团1品仙火，再者就是不少1品仙药。早知道就不来了，顶多花个1-2千仙石，为这点仙石当庸人倒茶，真是令人无语。这样啊，1品仙火只需要1团的话，我们这里最好的仙火是2000仙元，普通些的仙火1000仙元，1品仙药则是应有尽有。道友需要多少？随便一点的仙火就行。至于仙药，以我这徒弟的天赋，怕是要尝试炼制不少1品仙丹才能入门。隐修丹丹方里的仙药来100份，聚仙丹的仙药也要100份。聚仙丹整个丹方只有2株1品仙药，所以100份只需2000仙石。倒是隐修丹丹方几乎都是仙药，100份需要8000仙石，加起来需要1万仙石。道友确定要购买如此多份仙药？多问了一句，看来这位是想少买一些了。
那再多来500份聚仙丹的仙药吧。我还以为他要少买一些仙药，没想到居然又加了500份，这已经算是一笔大生意了。这等经济实力，不愧是玄光境强者。10000仙石的100份隐修丹仙药，2000仙石的100份聚明丹仙药，再加500份聚明丹仙石。道友稍后，总共马上就去准备。前辈请用茶。道友，总共2万仙石。道友应该也是炼丹师吧？可否加入我们公会？有认证令牌可以打折。我没加入炼丹师公会，不喜欢被束缚。好吧。果然是拥有仙四品绝等非洲法宝的强者，给2万仙石都轻描淡写，身价定然阔绰非凡。想继续提升各种能力和寿元，花仙石是必要的。欣然，去准备物品。这是仙五品绝等非洲，城主的非洲。我的护空非洲在他面前确实不够看，但只是暂时的。等我积累足够寿元，别说仙五品非洲，仙6品、仙7品也并非难事。前提是好好活着。刚才站在船头那位是城主独女慕容迎雪，真美啊！白衣胜雪，清冷女神，年纪才100多岁，却已是月宵境实力。如此天赋，如此美貌，在仙界也少有吧？还有一个城主老爹，真是人生赢家。回来了，如何？搞定了，仙火拿去。好了，用你的方法让仙火1分为2吧。完售后我还有事要忙。好。给。好了，我去忙了。好，我也回去了。还真是霸道。这算是炼化了。实力不减当年，可以开始炼丹了。烧毁1株1品仙药，能提升10年寿元，很爽。先试着炼出丹药，开始吧。凝丹，凝，成了。不是说星运境1层体内仙气只够炼制1粒聚仙丹吗？为何我还有1半仙气没用完？用了接近5个时辰，不愧是仙丹。相比在凡间炼制10品灵丹，我10多息便能随手炼制1粒，这算是天才了吧？而且这粒聚仙丹好像不是1品下等，有2条斑纹路，这是快接近1品上等丹药。反正炼制下一炉聚仙丹需要补充仙气，吃了。等等，这就是1品中等聚仙丹吗？仙气蕴含量比1品下等多了1倍，这炼丹速度实在慢，不知有无法门让手法可加快速一些。若是炼制灵丹，我能分心同时炼化灵药淬炼华丽，普通火焰操控简单，不知仙火能否如此？可以倒是可以，但太费神，也太消耗仙气了。不过我可以突破试试。继续尝试。
行了，一品上等聚仙丹成了。寿元也存了2万年，就是这1年多时间都在努力炼丹，修为提升不快，所以我决定再闭关1年，凭丹药突破至西荒境。顺便再让自己的运气提升一些。甄永福闭关1年，全力修炼，此刻已是星运境7层。如此速度已算极快，但仍稍有不足。使用仙石修炼，确实比服用丹药效率稍逊。眼下修为还不算高，不久后我们继续闭关修炼，争取1年后突破到星空境。你此次出门，可有人看到你的修为？没有，有人看到的话，应该会很惊讶吧？我应该是林家所有兽权中修为最高之人。为谨慎起见，以后出门先服用这隐修丹。服用之前，往隐修丹里输入仙气，想让修为隐藏在什么境界，就输入对应量的仙气，随后吞服即可。最好看看别人的修为境界，取个中间值，如此才不会太引人注目。这丹药气息好熟悉，这是安哥你炼制的，你成仙级炼丹师了。这聚仙丹怎么和领造的完全不同？这粒丹的仙气蕴含量比普通聚仙丹浓于4倍。1年后再见，争取都能突破到星空境。仍需努力，不容懈怠。丹药也用尽了，该去购买更多仙药。虽现如今已有10万年寿，但这远远不够。这次多买一些仙药，而且我体内仙气足够尝试炼制2品仙丹了。能够炼制出2品仙丹，也预示我成为2品仙级炼丹师。来到仙界2年多了，其他兽权的修为应该也有星运境4、5层了吧？我显露出3层，偏下但不垫底，最安全。武道友，好久不见。武道友，有件事想与你商量，不知有没有空？我要去一趟炼丹师公会，有什么事你说快点。巧了，我也正要去炼丹师公会。果然如我所料，武道友也成为1品仙级炼丹师了吗？莫非是因为当初帮我筹仙时，耽误了他自己的修炼？道友是成了仙级炼丹师，想考核进入炼丹师公会。加入炼丹师公会后，确实能享受一些优惠。我1年前就加入炼丹师公会了，对流程十分清楚。即使要加入，也无需徐青云引路，我完全可以用那个戴面具的神秘高手身份去办。更何况绝不愿独与此等仙晕同道而行。不必了，我忽然想到还要见一位故友。刚才你说商量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看武道友修为尚在星运境3层，是否缺仙石？我有一条快速赚取仙石的途径，猎杀仙兽，运气好，一天可赚几百仙石，且不算危险。我们人数不少，还有星运境10层带队。凡间之中，同境界妖兽的生机往往较人类高出10倍。若仙兽亦是如此，那灭杀仙兽提升寿元，其实也不错。你们已经去猎兽过了吗？具体路线可否安全？人数有多少？我们已经去猎兽过了，人数加上我共有10人。我们只在1品仙兽活动区域猎杀，遇险几率不大。行，何时启程？3日后，一共外出3日。好，届时在此处会合。安哥，修为多少了？星辉境2层了。巧了，我也是星辉境2层。丹药吃完没有？不出意外，我们的修为应是所有兽权中最高的。至于丹药和仙石，我已用尽，看来这段时间需想办法再赚些了。其实今日我闭关出来后，遇到一个文间熟人，不算朋友，也是林家的兽权。他见我修为到了星运境6层，便说有个赚仙石的路子，问我要不要一起。是否说要组队猎杀仙兽？安哥，你何时有这般神通？竟连林家那边的消息都知道？他们有10个人。
我刚同意了一个皇家的授权，3日后跟着一起去，你也答应了。原来如此，我想着总不能一直用你给的丹药和仙石，也想赚一点，将来回馈你。况且我真实修为一支星光镜，应该没有太大危险。可以一起前去，别暴露你隐藏的实力，好好伪装自己。还有，碰面时假装不认识我。到了仙界，还要假装不认识你啊？我不想让邀请我的那人知道我与其他人有联系，特别是你。反正你我之间的关系，不要掺杂其他人比较好。前辈，还是找黄子胜执事吗？他有空，我去叫他。可以。黄执事，这位前辈又来了。道友，好久不见，今日前来还是要买仙药？坐着聊。里边请。青莹，你找我？是的。你再等我一会儿，我接待完贵宾再找你。我需要500份炼制1品聚仙丹的仙药，还有200份炼制2品聚仙丹的仙药，1坨2品仙火。2品聚仙丹需要用到2株2品仙药，5株1品仙药，还有不少灵药，一份得200仙石，加上1品聚仙丹的仙药，所有加起来一共3万仙石。我这就让人给道友准备。黄大哥，那位是谁？一位神秘的玄光境强者，已在我这里购买了5万仙石的仙药，看来往后还会常来光顾。玄光境强者，5万仙石，那他来自哪个家族？我也猜不透，他戴着面具，似乎还吞服了隐修丹，刻意隐藏身份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实力与身份皆不软。那仙4品绝等肥粥，我从未见过哪个家族的长老使用过。盘龙城5大家族中有这种级别肥粥的，只有城主府和我们皇家的大长老，而这2位的肥粥我都见过，都不是银色。所以这位前辈要么是外地来的，要么就是某个不愿透露身份的大能。这样啊，你找我可是有事？黄大哥，我想咨询你一些2品仙级炼丹师的问题，当然不白白问你，我可以给你一些仙石。你有任何问题直接问便是。以你的天资，迟早能加入皇家，大家同族一脉，不必见外。以徐青莹这天赋，不出意外绝对能加入皇家，甚至可能成为皇家的天骄。提前投资总没有错。那多谢黄大哥了。你这是要提前为成为2品仙级炼丹师做准备了？是的，提前学习，等我的修为一到新花境，就尝试考核成仙2品仙级炼丹师。哈哈，你这炼丹天赋惊艳到我了，而且还如此上进。若是我那表妹有你这上进心的一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走，去招待室，你想问什么，我知无不言。宁府哟，跟永福那小子待了一会儿，运气确实很好，第1粒就出了绝等丹药，1株2品仙药能提升20年寿元，很不错。以后就尽量炼制2品仙丹，提升的寿元也能多一些，就是炼制时间也久。一边修炼一边炼丹，怕是要1年才能炼完所有丹药。没事，有的是时间。直接出发。是的，他们已在城门前等候，我们需赶去会合。此行要前往城万里之外的一处神秘森林，那里才有仙兽出没。徐道友，有件事我想你帮我。为何？我这人有个怪癖，就是有其他人的时候，很怕和漂亮女人接触。若道友真的念在上次仙火之情想感谢我，那此次帮我一个忙，等会儿在有人的地方，你我保持距离，最好假装不是很熟。好的，那我尽量尝试。多谢徐道友。青莹，迟到1个时辰了。不好意思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诸位久等了。避障武慈人，皇家授权，上次帮了徐道友一个小忙，他便邀请我来此赚点仙石，没想到在场诸位实力如此之强。还得是安哥，
这美女也太漂亮了吧！如此美丽，安哥竟也能避之不及，不愧是我辈楷模。无妨，既是轻盈邀请，那便同往吧。人多些也更安全。那我们启程吧。庆莹，你与那位道友是什么关系？半面之交。我曾推演演算，我修成仙级阵法师后，布下的御景大阵，可附千万物杀机皆会显形。妖兽、仙兽俱世人凶性，杀气自凝。此阵可辨杀机层级，凡兽杀气微弱，仙兽杀气炽盛。凭大阵锁定强横杀机，便可精准定位仙兽踪迹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我也是阵法师，让我看看。这是一个仙级阵法，似乎是仙一品阵法，与凡间的御景阵法有些相似，但只有些许相似之处，结构更复杂，符文更精妙，是真正的仙级阵法。既是御景阵法，不妨启动看看。仙级阵法应该也挺值钱吧？等等，这好似是妖兽的定位阵法。刚才我们路过时遇到过几只凡级妖兽，当时懒得击杀。这些灰点的位置和我记忆中那几只妖兽所在的位置完全吻合。什么？难道这阵法可以定位妖兽和仙兽的位置？应是如此。若我没猜错，较小的灰点是凡级妖兽，较大的红点极可能是仙兽。我在凡间捡了几十年东西，最多捡到过一块下品灵石。既然此阵可以定位仙兽，那我们就无需再盲目寻找，借此阵法快速猎杀仙兽吧。真是仙兽，一品高阶仙兽。妙哉，此阵法当真绝了！杀！就是现在！仙兽果然非凡，仅是一品高阶仙兽，竟能增寿200年。一品仙药美珠只能给10年寿元，而一头一品高阶仙兽直接翻了20倍。好，此行必定刷新上次记录，争取多猎些仙兽，赚更多仙石。走，下一头仙兽。第120头了。阵法显示，方圆千里内已无一品仙兽，如需继续猎杀，必须深入森林深处，而继续深入，遇到2品仙兽的概率会很大。我看看，确实没有了。但我看诸位都累了，不妨就此结束吧。此次猎兽收获不少了。还是没有，那回去吧。我估算这些仙兽尸体可换数万仙石，我等12人分配，每人皆能得几千仙石。说这阵盘归我所有该多好！此等至宝定要带回潜心钻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毁了！该死！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安哥，还得是你啊！怎会如此？我还想着下次继续大赚一笔啊！道友，莫要沮丧，我等也算大赚一笔，不算亏了。可惜了！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阵法还能这样用，以后除了炼丹提升寿元外，还能来猎兽。有这御景阵法，足以让我快速积累寿元。好了，回去吧。道友，这阵法你还要吗？不要了。那好，我带回去研究研究。那个方向似乎有高阶仙兽与强者战斗。隔着如此之远，我都觉得浑身发寒，不知是何等级别的仙兽。不管了，赶紧走吧，我怕被波及。走。不好，好像是5品以上的仙兽正在往我们这边飞来。大家分散逃，寒龙城外集合。诸位保重！
上来。安哥，是你？你怎么有如此级别的非洲？以后再说。五品仙兽实力堪比玄光境强者，此非洲的防御力足以抵挡玄光境攻击。如此速度，应当无碍。不是，这次运气如此不好，安哥，他的速度太快了，赶紧改变方向。看见没有？他身上有多处伤痕，背部还插着一把品级极高的仙剑。看到了，原来不是奔我们而来，是有人在追他。看样子他还重伤了。他好像在消耗本源来换取这等速度。安哥，要不我们追上去看看，干票大的。若是仙兽死在半途中，我们岂不是发了？5品仙兽啊，得值多少仙石？还有那把仙剑。你真是不怕死啊！他这是死了，不会运气这么好吧？难不成这头仙兽往我们这边飞来，完全是因为真永福运气好？如此神奇！安哥，此非洲不是能防御玄光境攻击吗？我们去看看。若真死了，这便宜捡大了。别急，我有十足把握，不可贸然行动。我先布置探查阵法。那需要多久？有人在追杀此仙兽，怕是会赶来。很快。安哥，他好像真的要死了。确实像是将死之兽，但我们不能贸然靠近，他极有可能临死前拉人垫背。还是补刀吧，补刀成功，我还能增加寿元。我驱使非洲靠近他半里范围，我们两人远远发动攻击，千万不能出非洲之外。安哥，我懂。接下来让我来攻击。好家伙，赚大发了！他死了，死了。我先带你去盘龙城外，稍后你先和他们会合。记住，5品高阶仙兽的事，千万不能对任何人提及。安哥，你知道的，我这张嘴向来很紧。那是一把什么品级的仙剑？仙5品上等仙剑，反正捡到宝了啊！那此剑主人得是何等实力？管不着，需赶紧想办法将仙兽和仙剑卖了。放在手上总觉得不安全。聚宝斋有专业的仙气净化法阵，能抹除仙气上的神念印记。到了聚宝斋手里，这把剑就和我没关系了。还真没想到你们总管会被调去其他大城。此次空出的总管位置，所有执事都恨不得爬上去吧？你也无希望。会长确实说总管人选从所有执事中选一人，但后面也补充了一句话，也是这句话断送了9成9执事的念头。何事？会长不久前得知，城主女儿已经加入仙剑宗，并被仙剑宗长老收为真传弟子。2年后，她即将前往仙剑宗，城主会举行一场宴会。你也清楚仙剑宗在仙界的地位，哪怕是我们会长也想攀上关系，所以他想给城主女儿准备一份礼物，一把仙5品中等以上的仙剑。当总管的条件是让你们送上一把这种级别的仙剑，这代价太大了吧？非也，只需我们设法收购一把这等级别的仙剑即可。但你也明白，拥有这等仙剑之人不会轻易出手，除非关系很好。所以所有执事中，也只有1、2个有此关系罢了。那确实难办。不说这些了，继续喝茶吧。刘执事，您上次让我留意的那位贵客又来找您了。贵客？哪个贵客？就是戴着面具的那位贵客。我有事要忙，等会儿再喝。哈哈，道友，好久不见。我有2样东西要卖你，事后还有药物，闲话少记。好，我看看。
你帮我评估一下，能卖多少仙石？道友，这里面的东西都卖？没错，都卖。你我也算相识一场了，给我一个公道价格就行。从今往后，道友就是我留不得最尊敬的贵客。我算了一下，最多能给你60万下等仙石，这是我的权限最高规格。若你想要多一些，我也可以即刻去请示会长，看看他老人家还能给多少。60万仙石便可。你这人实诚，我认你这个朋友。速度快些，我有要事在身。好，给我10小时间，马上回来。这是60万仙石，还有这块传音玉简。以后若您再有此类东西要卖，直接联系我，我甚至可以上门畅谈。此次合作愉快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告辞了。对了，此次交易，你若真把我当朋友，切记别跟任何人提及我的信息。明白，绝不他人。我在下次合作。对不住，我修为较弱，飞行缓慢，让诸位久等了。还以为你出了事，平安无事便好。我们也没等多久，而且你发现了那个阵法，是我们此行最大功臣，理应等你。好了，一起去聚宝斋卖掉这些仙兽尸体吧。你们刚刚猎兽回来，禀前辈，我们刚才在那边猎杀仙兽，突然听到强大仙兽吼声，便匆忙离开。你们中可有人见过那头仙兽？没见着。查一下他们的储物袋。把身上所有储物袋拿出来。少主，此人储物袋内有100头1品仙兽。前辈，这些是我们猎兽多日的都是1品仙兽，仔细检查他们是否私藏了储物袋。守住盘龙城所有入口，任何人进城都要仔细盘查。自我参破斩生机续寿元之法，我对生情气机早已敏锐至极，变生机如变清风滑香。这2人身上半点活气全无，竟是尸身立于此地。还好我没有偷藏储物袋。如此蛮横，至于吗？都不把人命当命啊！诸位莫要再多言，小心惹来横祸。我们好好埋葬他们吧。死道友不死坟墓，虽然人算是我招来的，但你们自己胆子大，不听话，下辈子注意点吧。诸位，我要将今日之事传扬出去。我以前只听闻皇家少主凶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个凶神。能提出授权培养计划的人，能是什么善人？授权培养和他有关。他是盘龙城中第一个提议封印附近凡间培养授权的人，皇家能有如今5大家族排名第1的成就，也算和他有关。该死，原来这混蛋！这皇家少主天赋卓绝，5万年不到便有玄光境实力，听说还与城主之女有婚约，真是人生赢家。看来自己隐隐中得罪了一尊可怕人物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怕是很快就能发现聚宝斋收购了一头5品仙兽，也不知那刘执事会不会把我卖了。谨慎起见，短时间内最好不要戴着面具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我们有仙兽尸体要卖，数量不少。我是聚宝斋的执事，诸位要小卯仙兽，一群授权，没有任何背景，被皇家控制的小喽啰，100多头1品仙兽，对这群穷鬼来说确实是一笔硬财。他们还能拿这钱去告状吗？敢跟皇家说聚宝斋压了他们的价吗？我大致评估了一下，这些仙兽尸体大概值2万仙石。执事大人，我们事先做过评估，这些仙兽尸体按市价至少值4万仙石。2万仙石不当价，你们若觉得少了，可以去其他商会问问。不过我建议你们省省脚程，整个盘古城做仙兽生意的地方，规矩都是一样的。授权嘛，有的赚就不错了。我们聚宝斋的定价就是市价，现今仙兽普遍都是这个价格。而且我总觉得你们的仙兽来历不明，我们这是冒着风险收购。那我们不卖了。不卖？我很明确告诉你们，盘龙城内唯有我们聚宝斋能收此批仙兽尸体。若今日不卖，
他日可就更不是这个价格了。臣只是，贵超向来声誉良好，如今这恐怕有损风评吧？损坏风评？小小授权还想威胁我？我也不与你们废话。今日若是不把这些仙兽尸体卖给我，你们这些授权身怀100头来历不明的一品仙兽尸体一事，可要在盘龙城中传开。届时本执事倒要看看，是我们风评受损，还是你们的东西受损？这家伙的意思很明显，他们能得到如此多仙兽尸体，定然拥有特殊手段。这事传开，自然会引来不少人惦记。这已经是在威胁性命。若只是被坑，我懒得出手，但这已然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。你们先出去，我与陈执事详谈。林动大哥，我与同伴收了一些仙兽，带着仙兽尸体前来聚宝斋，但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是哪位执事？陈执事。陈执事在吗？请看在我与我父亲的面子上，可否不要与他们一般计较？我跟你养父关系也就一般，当然可以给你们一个面子，多给他们5000仙石。有志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好的，多谢林动大哥。陈执事，看在林动大哥的面子上，可否当做我们没来过？哼，真是不知好歹！林动算什么？即便他父亲在此，都得喊我一声陈老哥。太欺负人了，也不知幼稚能否解决。如果解决不了，我们也只能吃下这个亏了。实在不行，就将事情闹大。我们来自各方家族，离开此树，他也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。是的，不能忍气吞声。哼，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，就这样办。方才我正在会长室品茶，忽闻那位贵人传音，说是自家后辈在聚宝斋受了刁难。莫说这点小事，便是要我同其他执事撕破脸，我也绝无半分迟疑。是他提拔我做总管，我的前程于系于他，为他分忧理所应当。你们谁是许攸之？他在里面。有何事？小友是许攸之？正是。你们这是要卖仙兽尸体？可否给我看看，我给你们一个好价格？容不得！你什么意思？陈武天，小辈你也欺负，你好意思吗？这些年真是活狗身上去了。好胆！我倒要看看谁给了你如此胆量，敢如此跟我说话！万万没想到两位执事会因我起争执，还有人全力护我。想来是灵动出力，他人脉竟这般雄厚。不过托他一句，便能动用斋内势力强硬碰妖。这份恩情我牢牢记下，日后必有厚报。这刘不得来的也太是时候了。许攸之刚求过灵动，他就到了，但这管事儿的态度比灵动能调动的能量大太多了。我怀疑刘不得不是许攸之叫来的，而是我的好兄弟叫来的。陈武天，你好奇是谁赋予我这份胆量？那我便让你见识一二。这令牌为何在你手里？小友，让我看看你们的仙兽尸体吧。对了，你是哪家的授权？我是林家的授权。想不到你们能够猎杀如此多一品仙兽，我可以出价45000下等仙石收购，你看可否满意？感情好，多谢了。哈哈哈！日后若再有仙兽尸体，尽可直接来找我，我必为你们提供以优厚价格。好的，若有仙兽尸体，定会找您。还有陈武天，你此举有损聚宝斋名声，速速向小友们道歉，否则休怪我向会长告发，没了执事身份，你可就遭老罪了。你别过分了，我还能做得更加过分，你要试试？先前失礼了，没事，滚吧！
徐道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个执事怎么突然态度大转弯了？还有后面来的那个管事，为什么对你那么客气？我还不是很清楚，等我问问。林动大哥，刚才多谢了，不必客气。没想到他竟如此给面子，这可不仅仅是给面子，管事还当面训斥了陈武天一番。聚宝斋管事，我没叫啊。啊？那是令尊叫的？没有，我没跟父亲谈及此事，而且我父亲也和他们管事不熟。那究竟是谁把管事叫来了？他还第一时间问了我的名字，确认之后态度极其客气。现在回想，真有些不可思议。我父亲前去也做不到这般吧？这不得救过那位管事的命，才能让他如此作为？那究竟是谁？既然此事已经过去，那就别研究了。徐道友，我们还是分仙石回去闭关修炼吧。行，找个安静的地方。按照功劳来分，徐道友理应分最多。我认为武道友此次功劳最大，若非他发现了阵法，恐难猎得如此多仙兽。有道理，可以。武道友分6000仙石，我5000仙石，其余人各得4000多仙石。好了，各位保重，下次再约。安哥，刚才那执事是你叫来的吧？没错，不愧是你，明明才到仙界没多久，你就混成这样了。这些仙石你妥善保管，切莫招摇露富，也别急于购买丹药或修炼资源。现今我们的处境很危险，需要谨慎一些。安哥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收啊！30万仙石，太吓人了。仙兽与仙剑你我同得，此番机缘多半沾了你气运，此物你收好，助你精进。而且你不是常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安哥，多谢了。又说这话，好了，你回去吧，我得再去炼丹师公会一趟，买些仙药。此次回去后，争取再闭关一段时间。事情办好了，办好了，也让陈武天给小友道歉了。还有，那小友离开不久，我们聚宝斋来了几个不速之客，皇家少主，他来问询我们有没有收购5品仙兽和仙5品上等仙剑。所以，你是否把我卖了？当然没有，他先找到会长，会长才找了我。他质问我时，我谨记你的嘱咐，糊弄了一个玄光境强者的模样给他。他要求我绘制画像，我也随意草草描绘了事，而且我迅速遣散了接待你的侍女，不出意外，无人知晓你授予我仙兽与仙剑。此刻他还在会长室里，我腾出手来，便第一时间给你传音。做得不错，日后若有好货，定再与你合作。承君恩宠，他日我们可以在外面合作，我提前带足仙石去找您。他日合作所涉及仙石，怕是要达100万。我已经是聚宝斋总管，预支100万仙石不在话下。当然，能当上总管可真是仰仗了您。若没有您卖我那把仙剑，我也当不上总管。好，下次联系。道友，今日再度光临，又需要买仙药吗？炼制2品聚仙丹的仙药，来2000份。黄大哥，这位前辈又来了吗？正是，下次见面不知是何时，真希望每日都能见一次啊！这次他又花费了多少仙石？20万仙石，真好奇这位的身份，真的太有钱了。那就闭关2年吧，我如今寿元已经存有22万年，炼制完所有仙药后，寿元应该能到40万年左右。要是修为再突破到月宵境，又能多10万年寿元。那真要等1000年后，再跟着大部分人去兽幻塔吗？还是提前去？兴许这次闭关结束后，这些兽权中就有天层能突破到星荒境，比如徐清莹已经是星运境7层，不久前又赚了几千仙石，2年内定能突破到星荒境。再看吧，突破到星荒境的人数足够多，倒是可以跟着去一趟，也不容易被盯上。人数少就多人进。开始吧。成仙之后，时光流逝尤为迅速，忙碌之间已过2年。
50品寿元了，都能换好几件仙5品宝物了。仙6品也能换1件。若足够幸运得到仙6品非洲，那在盘海城这里应该没人可以威胁到我的安全。仙6品护空非洲的安全性足以抵挡虚寂境强者攻击，而盘龙城最强之人正是盘龙城城主虚寂境强者，所以只要城主不来招惹我，我城上非洲便无人能上。2年光阴已逝，盘龙城局势如何了？皇家少主还在追查我。所有授权出来领取还古丹。星运境8层，应该有不少人到这修为了吧？还有一事，城主府将在1个月后举行盛宴，宴请5大家族。家主体恤你们授权将带领突破至星辉境之人前往。最后1个月，若欲增长见识，可多加修炼，这对你们而言亦是一场机缘。我们授权也可随行，此行需要我们做何事？不清楚。那你们有没有听说，今日清晨林家那边传出一道消息，说他们林家的授权中出现了一个超级妖孽？超级妖孽？谁？也是授权，名叫真永福，才入仙界不到5年，竟已突破至月霄境。好兄弟，你怎么不小心暴露了？不应该，他平日里大大咧咧就算了，关键时候不会如此。那一定是吞服隐修丹后出了问题，是否因为某事使他外出1个时辰，而未能及时服用隐修丹，导致修为暴露？这可能性极大。换而言之，真永福未必遇险，他气运极强，历来逢凶化吉。林家见他5年修成月霄境，无必是绝境。林家见此绝世奇才，断不会痛下杀手，反倒会倾力栽培，甚至收归族中，解去蛊毒。只是少不了搜身盘问，追查功法仙识来路。若无外力下注，授权绝不可能5年修成月霄境，林家必定深究，应该不会把我供出来。不出意外，永福会编造一个强者形象，说这些东西是神秘强者所给。要不要传音过去试试？贾前辈，您找我，让你旁边的林家人与我对话。贾道友，我也在永福这里了解了道友的情况，在此先多谢道友给予我们永福如此多资源。这小子真不小心，原本想着不久后助他脱离林家，如今看来是不行了。我也不跟你们废话，我观此子天赋异禀，是个不错的天才，才会暗中培养他。道友果真是性情中人，出手阔绰，几10万仙石、5品功法和身法随意给出，就是不知道友何许身份。他日我们林家登门拜谢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老子要不是看他身中蛊毒，只有你们家族有解毒之法，早带他离开盘龙城。真有福，若日后在林家受了委屈，可在我当初见面之地流血，老子带你远走高房了。废话我也没必要说了，祝你前程似锦吧。希望林家能信，好好重视天才吧。1个月后，城主府宴请5大家族，突破到星空境就能跟着前去，在那里肯定能见到他。不过5个还是不够，高低得10个星荒境，如此我才能在人群之中不显眼。得想点办法。星辉境上，那就直接造，有10个就足够了。钱和生命安全没有可比性，能用资源换安全，我100%居5之赞成。那如何才能更好的将丹药送出去，并且不会被人发现是我所送，又能让人觉得丹药获得途径合理呢？有了！不会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吧？有事？是这样的，我在城外密林中发现一处荒废洞府，洞府内有一个似乎是2匹的仙阵封印着。我准备组织一些朋友前去破阵，想到你是阵法法，便想请你同行。破阵后所得之物，大家平分。何时动身？还准备带谁同去？明日动身，我准备叫上上次猎兽那些朋友。此次不可再叫其他家族的授权。你应该知道真永福吧？就是上次跟我们一起猎兽那些人中，满头红发、举止爽爽豪迈那位。他突然提升到了月霄境，我怀疑和上次猎兽行动有关。我知道他，但这与我们找其他朋友有何关系？若此次机缘再让1人或多人突破至月霄境，你觉得是我们皇家的授权好，还是其他家族的好？你的意思是只找我们皇家的授权？我相信你能将皇家所有星运境10层的授权找来。这个简单，我都知道他们住在哪个洞府。你特意留意过他们住在什么洞府？整座仙山的布局我都了解清楚，哪间洞府空着，哪间洞府住着谁，我了如指掌。好，此事交由你，但我今日有事外出，今夜恐怕不回。你能否画出前去那地方的地图？明日我提前去那边等你们。我怕忘记那处位置，所以回来的时候实时画好了地图，你复刻一份吧。明日见。道友，您终于联系我了，
是否又有生意要跟我谈了？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。过去2年，皇家少主是否还在找我？没有，他早已放弃那柄仙剑。听闻他猎杀5品仙兽，本欲铸剑赠与未婚妻赴城主宴，谁知派件先行优失，会长亦未曾偏袒，此事最后不了了之。行，待我有空便过去跟你谈生意。好，我恭候您的到来。如此偏僻的地方，许青青却能找到，这小妞真是奇人。莫非有人捷足先登？看着好生眼熟，难不成是城主之女？昔日丹师公会外远远一瞥，她乘5品飞舟，气质清冷，当年也是月宵1层，如今修至5层亦不奇怪。阁下有破阵之法，若阁下是月宵境修为，请助我破阵，里面的机缘你我共享。与阁下一样月宵境实力，阁下月宵境5层，破不了此3品阵法。此阵极强，能防御月宵境10层的攻击。若她真是城主独女，倒不怕她下黑手。如此人物，未必看得上这种洞府的资源。在下精通阵法之道，可助阁下破阵。好，若能破阵，我承诺里面的资源你我平分。是3品绝等阵法，此阵主人不简单。阁下可再试一次全力攻击。阁下好手段，是阁下实力强横。阁下，一同进去探查。好。洞府探险凶险莫测，我早已推演周全，护身阵法、仙气连体、解毒秘丹尽数备齐，心神凝于极致，随时可御舟脱身。室中陈设皆朽，唯独色料偏粉。看来此地旧主应当是位女修，强盼生有解毒仙药，与洞外灵药药性同源，丹道规律可循，灵药具解毒之性，此地必然毒煞蕴生。此洞府为何如此燥热？莫非藏有仙火？你看起来好凉快。这修为，这装备，有9成9可能真是城主之女，必须赶紧阻止她，否则我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放我出去！你解毒成功了。是的，多谢阁下了。刚才吓死我了，还好我与你保持了绝对距离，否则我就吃大亏了。是我大意了，里面得到的资源，我可以多分阁下一些，以表谢意。进去前记得好好防备一番。好。我就不信还能中毒。退！3品高阶仙兽，半步3品下阶。好强，实力已经超过正常月宵境10层之人了。阁下来帮帮我！我就赌你是城主之女。你还没成吗？快了，你在城办炷香。不是，剑法失衡，我撑不住。回去被爹发现这保命玉牌又少1次使用次数，肯定又得说我。
孽畜，受死！那这仙兽尸体你要分吗？不必了，给你吧。在前往兽幻塔之前，我应能积攒到60万兽元。幸亏你有底牌，否则以我的布阵速度，恐怕我们死了都没布置出来。没事，你先前也救了我。我们继续探查洞府，看看里面是否还有其他珍宝。有储物剑，天赋越高者，修炼之后剑法等级越高，最低仙4品下等，最高可至仙6品绝等。阁下打算如何分配这些资源？我只要这本剑法原本，你可以抄录一本。至于其他所有东西，都给你，如何？可以。这阵法……行了，我告辞了。对了，忘记问怎么称呼了。开始布置吧，借你洞府一用，等完事后我再给你安葬。好，搞定。道友，2年不见，你怎么发肥了不少？当上总管后太滋润，还是道友的功劳啊！要不是您之前卖给我那把仙5品上等仙剑，我也难以取得如此成就。这次道友有什么宝物出售，我定会给您一个好价格。你看看吧。道友，前面3样物品，仙兽和仙4品下等仙剑，我能给10万仙石。这本5品修炼功法是原本，可以给10万仙石。至于这1品阵法，道友您是不小心放入里面的吗？你仔细看看。这剑法，你觉得大概值多少仙石？我可能需要问问会长。行，你问。我们会长想亲眼查看一番，道友是否需要回避，还是见见我们会长？其实我们会长一直想见见道友。自然要见。稍后片刻，会长很快到。何会长，久仰久仰。道友无需多礼，我们坐下谈。会长，道友，这剑法不容小瞧，而且这复刻之术乃是我生平首次见识。这阵法也一并出售给我们。自然一并出售。不过我也需提醒2位，这虽为1品阵法，但里面也算内有乾坤。我大致明白了。我大致评估了一番，此剑法严格而言是复刻本，可以给价50万块下等仙石。不过此复刻方法几乎将原版完全再现，我们商会可以给道友70万仙石，你觉得如何？哈哈，会长大气，那我便不客气了。加上其他3项物品，仙兽尸体10万，仙4品仙剑10万，仙5品功法10万，总共是90万块仙石。我刚好带足了仙石，道友数数。我想购买一些高阶仙药，最好是5、6品仙药，不知不宝斋是否有售？可惜，低阶仙药我们聚宝斋有，但5、6品仙药暂时无货。若道友需要，我们可以从总部或其他城池调来。那可惜了，我只能再去一趟炼丹师公会了。若道友不愿再走这一趟，我可为道友牵线，让炼丹师公会会长的糟老头子前来一趟。何会长与炼丹师公会会长关系不错，老夫人脉较广，与不少人关系不错。那会长岂不是能助我争取些许优惠？道友与我也算是朋友，自然会给道友争取争取。那劳烦道友了。老公，前来南通茶楼，我有一笔大生意要与你商议。我刚炼丹完毕，第一时间赶来。你所称的大生意，想必确实不凡。自然是大生意，你与这位道友谈谈吧。道友是与我做生意，
我曾听子胜那小子提起过道友。龚会长久仰大名，无需这些礼节。道友此次是要买丹药，还是继续买仙药？高阶仙药，5品、6品仙药，100万仙石，全部用来买5、6品仙药。不愧是你说的大生意。我们公会有不少5品仙药，但6品仙药暂时缺货，需从其他城市调来。若全部用作购买5品仙药，此笔仙石可买50株。老公，你这生意做的未免有些不近人情，至少给点优惠，即使看在我的面子，你也得给一些啊。行，55株当是交个朋友，道友觉得如何？那多谢龚会长。龚会长，这小辈给我的感觉不错，之所以一直与你们公会合作，也是他当时待我态度很好。这小子确实出色，我曾考虑等他成为4品丹师后，提升为炼丹师公会总管。多谢会长抬爱，多谢前辈看好。我刻意举荐黄子胜、刘不得掌聚宝斋，黄子胜掌丹师公会，盘龙城2大势力便尽在我掌控。平日蓄下人脉，危难自可护身，这步棋必得走好。这位前辈好手段。2位会长，我还有事在身，先行告辞。道友慢走，下次有好货记得找我们聚宝斋。仙药用完再来。老公，你如何看待这位道友？猜不透，购买如此多5品仙药，却没有严格要求仙药种类，不像是炼丹。那他要这些仙药有何用？我也猜不透，只知是个奇人。你们2人怎么看？这位道友和林家有着不浅渊源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林家之人，但想了想，大概率不是，应该不是盘光城之人，极有可能来自其他大城。至于他为何来到盘光城，则无从知晓。不久前，林家一名授权实力大增，听说是有一位实力不小的存在发现他的天赋不足，所以偷偷培养。那位存在，莫非是这位前辈？每一株5品仙药里面蕴含的生机极多，就是不知道一株能让我提升多少寿元。就看你能撑多久。一株就有2万年寿元，哈哈！摧毁55株5品仙药，那就是110万寿元，加上原本的52万寿元，还有炼制2品隐修丹能再增几万年，届时我的总寿元就是168万年，有些许迫不及待了。怎么样，攻不破？这应该是3品中等以上阵法，你是阵法师，有无破解办法？徐道友，我总感觉你高估我了，可能是你我认识时间很短，对我了解不深，才让你有所误判。其实你们的攻击已对此阵法造成损害，我仅是1品仙级阵法师，能稍微削弱阵法，剩下的需诸位合力攻坚，恐需至少1个时辰。你确定攻击1个时辰就能攻破这阵法？我不太敢确定，但值得一试。行。成了！继续攻击！还真成了！诸位且慢，不要急于进去。魔关外边有不少解毒灵药，里边可能有毒性物质。发了！如此多2品上等聚仙丹，就是我怎么觉得整个过程稍显鬼怪，而且只有品上等聚仙丹。管他呢！有了这一批2品上等聚仙丹，我等皆能快速突破到星光境。是啊，而且还是上等丹药，前所未见。
如此一来，我也能快速突破到星辉境了。听黄洪忠前辈说，若能在1月内突破星辉境，便可随他去城主府赴宴，那岂不是美事一桩？是啊，这些丹药我们如何分？平分便是。武道友，我总觉此事有些许蹊跷。你是担心丹药有问题？并非如此，丹药无碍，只是觉得这洞府似乎有人先一步进过。若有人进过，还能留如此多2品聚仙丹，徐道友多虑了。我先去闭关突破了，争取早日突破星魂境，1个月后再会。168万年，够了。突破到星辉境之人，出来！随我来，先去准备准备。看来只能先去参加宴会，再去召唤他了。武道友，刚才我心头突然涌出一道极强的念头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今夜你会大展拳脚，事后还会成功摆脱授权身份的限制。还有，我应该也会。徐道友，直觉偶尔可信，但若常以直觉断未来，未免有些耳技。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直觉，所以你我等着吧。而且这也是好事啊。对了，此次宴会，林家授权鹰也会前来，记得甄永福吗？若他也在，不如前去一叙讨讨经，毕竟我们曾有一面之缘。可以有，上次见面我便觉得他这人不错，为人直爽豪迈，应该能传授我们说许修炼剑意。没错，届时我们多带几个授权前去，毕竟我们都来自一个凡间，即使讨不到适合的经验，至少要与他搞好关系。以他的天赋，迟早也是一方人物。少主已经准备妥当。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禀少主，小女子徐清莹。不错，好好修炼，争取早日加入皇家。好，出发吧。是啊，父亲，都准备好了。少主。青莹，黄大哥，走吧。黄老哥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有点事情耽搁了，让老弟久等了。英雪，有段时日不见，你又更美了。没事就好。琉璃境强者，仙迹果然强者如云。各位无需多礼，老夫只是来吃酒的糟老头罢了，把我当作路人便可。皆落座吧。师尊说笑了，此次宴会您可是核心贵宾。老夫不爱出风头，徒儿，你才是今日主角，师尊就安静吃酒便是。我便随意找个位置坐下即可。各位小友无需紧张，把老夫当成同辈便是，就像我身前这位小友这般。前辈说笑了。前辈，那我们就暂且跟你做一回普通宾客吧。莹雪，你坐你师尊旁边，如此才能更好服侍他老人家。前辈，我去主持宴会了。凌雪，你可要服侍好前辈。父亲放心。徒儿，你父亲好像有些嫌弃为师啊。师尊莫要生气，父亲他视洁成癖，哪怕是徒儿小时候玩闹弄脏了，他也不愿靠近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能将盘阳城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大家尽情吃酒，今夜不醉不休。诸位，今日是个好日子，唯独还不够热闹。我亲自培养的授权都不错，已有20多人突破至星荒境，不如让他们互相切磋，给宴会助胜。诸位觉得如何？皇家少主提出的授权培养计划，让几个家族受益为养，如今更是培养出如此多星荒境授权，真是奇才。整个盘木城只有他能配得上慕容姑娘了。你们各自挑战，谁赢一场，我就给予丰厚奖励。
此女天赋不错，有望突破到月宵境，长得也挺美。奖励你1万仙石。多谢少主赏赐。哇，我看其他家族也有一些授权突破到心荒境，你们也可以加入挑战，谁赢了，我都给予奖励。青莹，下面由我来跟你切磋吧。好，来吧。有意思，但是可惜了。师尊，怎么了？此女天赋不错，但修炼的功法废了根基，否则他日有望更高境界。不错，再奖励你5万仙石。侄儿，你家这位授权确实天赋不错，但修炼的功法毁了些许根基。不像林家这位真永福小友，同是授权出身，却已是月宵境修为，并且一开始修炼的功法就不错，没有火坏根基。这天赋与侄儿当年无异了。孙一阳，你此言差矣。永福与轩宇还是有很大差距。授权之间的切磋没有看头。黄侄儿不是想烘托宴会气氛，还不如压低境界和这位小友比比。想必大伙儿们都想看看两位谁的天赋更好吧？安哥，我要不要试试？既然诸位想看，那我便助宴会一幸。真永福是吧？你是月宵境2层，我也不欺负你，压低境界到月宵境1层，也不用任何法宝。我比不过你，还是算了。若你能接我3招，此20万仙石就是你的了。好家伙，如此多仙石，肯定一战啊！这还不接战？好歹也是天才，不会连这胆子也没有吧？好。你用什么武器？准备好没有？可以。此子，没什么。师尊，这场切磋不错，你认真观察，好生学习。这小子用出的剑法等级并不高啊，为何威力如此不简单？这剑法好像连3品都不是吧？不一样，他将此剑法修炼到极其出神入化的程度了。仙5品身法，即将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好厉害！接下2招了。果然是绝世天才。小子，最后1招，你可要小心了。这仙术好生诡异，好强大的仙术，不得了！这下真永福没招了。不愧是皇家少主，此仙术恐怕连月宵境巅峰高手也难以攻破吧。他若能找到此术唯一破绽，倒是有望反败为胜。此身法好生眼熟，和当日的面具男一样。安哥说过，任何招数都会有破绽，要冷静，要学会观察，找到规律。破！你输了。啊！这是……黄侄儿，何至于此？
玄宇，我说到做到。下次还有这种好事，记得找我。可敢来一场分出胜负的战斗？好了，回来。父亲，孩儿难得遇到对手，应当借此历练一番。哈哈，我倒是很想看看谁更强。算了吧，我累了。若你不输，我再给你50万仙石。来，打到天亮我也奉陪。这便是天赋吗？好生恐怖！这天赋岂不是与慕容凌雪不相上下？简直犹有过之！还有必要再打吗？你赢不了我，我也赢不了你。好了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且慢，我的50万仙石呢？宴会后自然有人送去林家。眼下没有足够仙石，我急需仙石，还望先给我。我的话你听不懂啊！偌大皇家，难道做不到兑现承诺？玄宇，把你的仙剑给这位小友。仙5品上等仙剑，价值50万仙石，小友觉得如何？多谢前辈。不用多谢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小友，刚才你那句话是有意诋毁我们皇家，还是觉得我们皇家连这点信用也没有？黄老哥，永福只是口直心快，一时误会，莫要与他计较。有你说话的份儿，还是你也认为我们皇家毫无信用可言？好好的宴会，何必把氛围弄成这般呢？皇家主，看在老夫面上，此事便算了。没错，何必与小辈计较？大家继续喝酒，此事接过吧。既然两位会长都开口了，那此事便接过吧。是吗？来，继续喝酒。好在方才及时传讯，我寿元充裕，2件至宝不足挂齿，这笔交易极为划算。2位会长愿意出手相助，不只看重宝物，数次交易早已让他们知晓我的底蕴。我的承诺远比皇家脸面管用。武道友，有何事？过来我这边坐如何？谈谈讨金一事。恭喜薛道友了，不久前赚了不少仙石。武道友，恐怕我们不能再去找甄永福讨经了。我有直觉，少主恐怕很快就会对甄永福动手。他还是太张扬了。那小子，过来。师尊，你想见谁？身前那有些莽撞的小子。晚辈甄永福见过前辈。小子，先前你那种状态叫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有位朋友帮我取了个名字，叫心如止水。心如止水，你这朋友倒是有些文采。那种状态与我所知的一种仙体颇为相似。我不懂前辈所言的仙体。你的天赋和战斗能力极强，加之气运不错，能够逢凶化吉，可愿拜我为师？奇了怪了，你为何往那边看去？原来是有喜欢之人。前辈，加入您门下可以，但我想为他争取自由之身。你倒是情深意重。行，为师助你。得此玉佩，便是仙剑宗外门弟子。若是在盘宫城遭人杀害，仙剑宗会来追责。凌雪，此女交于你，待他日前往宗门时一同带上。徒儿遵命。还有他身上有一种蛊毒。禀前辈，有的。你自由了。多谢。不客气。那他说的我也会摆脱授权身份已经应验了。至于我会大展拳脚，这一出应该不算吧。好了，叫一声师尊听听。
徒儿见过师尊。这是你师姐。见过师姐。师弟好。宴会到此也要结束了，我们皇家还有事情处理。慕容老弟，我们先行告辞了。黄轩宇，他日再聊吧。此事关乎我们婚约。父亲，对不住了，我想与你解除婚约。映雪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喜欢你，我们性格也不合适，所以婚约解除吧。需要什么补偿，你尽管提。映雪侄女，此事他日我们闭门再谈。城主，你意下如何？正当如此。映雪，莫要再胡闹。为师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你们不必急着去仙剑宗，半年后再去便可。你们谁与徐清柔关系最好？少主，为了几个授权不值得。都与他关系很好，那我便把你们都杀了。我见过徐庆莹多次与他交谈，他在凡间的时候与徐庆莹关系也很不错。我最看不惯出卖别人之人。还有你们。好了，别闹了，他们还有用处。带着他们去召唤他。今夜之事当作磨练，好好想想，若是你哥还活着，遇到此事，他会如何处理？是，你说的对，我永远比不上哥。我真希望死的人不是娘家和哥，而是我，如此断然不会你和家族丢脸。这事形势太无常，上一秒还能维持温润儒雅的人设，下一秒就能暴起杀人。这种人比纯粹的恶人更危险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翻脸。万幸我平日行事谨慎，在外刻意与徐清莹疏远，佯装生疏。谨慎看似无用，危急关头方能自保。只是他言我今夜必会展露身手，可自宴会至登州，我始终低调旁观，未曾动过半分手段。莫非要在黄洪中这艘非洲之上，迫不得已展露真实修为？皇家处处凶险，待授唤塔失弊，必须抽身。此番宴会所见五大家族无一是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禀前辈，小子武慈仁，武夫的武，仁慈的慈，仁慈的仁。好一个临危不乱！没有临危不乱，先前是吓愣了，没必要隐藏。你我同属一类人。不想死的话，听话投入8万寿元，你们仍有活命机会。若不从，刚才那2人便是下场。终于进来了，更高级的宝物们，赶紧来我怀里吧！投入多少寿元进行换宝？这座兽幻塔品级不高，仅能兑换仙七品之下宝物。仙七品至宝需200万寿元，我线下尚且不足。若求高阶珍宝，只能另寻品级更高的兽幻塔。我线下寿元共168万年。仙5品中下宝物需18万寿元，上等绝等耗30万，仙6品中下50万，6品上等与绝等则要整整100万寿元。好，不废话，开始吧。投入18万寿元，可以辅助玄光境以内的仙级强者快速找到修炼问题，使得根基稳固，对眼下巩固月宵境修为大有帮助，倒是一件不错的法宝。投入50万寿元。寒冰镜，仙6品中阶防御至宝，可刚虚寂境中后期一击，同步释放寒冰之力反击。虚寂境之下攻击更能致命1、3次，实属难得护身之物。这意思是，若城主或皇家家主全力出手想杀我，那他们得死一个。完美，这法宝太完美了。索巴，100万年寿元。仙6品绝等飞船，这中大奖了！这预示着我逛后在盘龙城里面属于是无解的存在。舒服了。
好了，把兑换的宝物都交出来。好，你小子运气不错呀。还有你呢？好，又是仙四品绝等宝物，好宝贝，这宝贝太好了！此物究竟是什么？好，回去。看来徐清莹的直觉真错了。虽然我确实会摆脱授权限制，但和他预言的大展拳脚完全不搭边。你身上还藏有宝物，这玉坠分明是探宝器物，棺黄黄中胸有成竹的模样，恐怕不但能察觉宝物，连数量、品级皆可分辨。这小妞真是邪门了。我怎么觉得你小子有威胁到我的可能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将你身上所有宝物拿出来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可能啊！都进去，此策两全，留其性命，又绝外界隐患，只是他们往后再无重见外界之机。这里面的仙四品宝物卖了也是不少仙石，正好可以买一批高阶仙药来摧毁，快速补充寿元。知道我为何不直接杀了你吗？你身上的宝物居然是仙六品绝等飞舟，不对，你明明是月宵境，怎会换出这等宝物？你当下不该质疑我的存在，而是要说服我为何不即刻杀了你。你说想知道何事，我都告知你。倒是聪明人，说说你对皇家的了解，若让我满意，自当留你一条生路，好做后手，否则你也没有任何用处。我知道皇家很多秘密，若你答应放我一条生路，我全盘说你在与我谈条件，可惜了，你也让我失去耐心。我都说，我已经将我所知的一切告知了您，请您饶我一命。皇家暗藏夺权野心，黄震天父子各有软肋，丧亲之痛黄震天难以捉摸，黄轩宇又困于兄长阴影，求认可而不得，二人的心魔皆是可利用的破绽。你倒是对他们父子二人了解颇深。不瞒你，其实我在皇家潜伏多年，目的是为了报仇。我并非贪生怕死，只是还未能报仇成功，我不甘心。详细说说。我本是凡间的一介授权，通过自身努力加入了皇家。在凡间我有亲朋好友，他们都算间接死在皇家手中，尤其是我妻子，她跟我一同飞升成为杀授权，却因寿元不足未能踏入月宵境，死在了星辉境3层。我恨皇家，更恨黄轩宇，报仇唯有隐忍。多年讨好权贵，灌输授权，除却叛逆，全是为寻杀他之机。奈何他天赋实力远超于我，我苦心攀附高层，只求另寻法子除掉他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我所言句句属实。可你也杀了不少凡间飞升的授权，这是必要的牺牲。不这么做，我无法获得皇家的信任，无法爬到今天的位置。放你离开，我会睡不着觉。当然，我也会言而有信，留你一命。你自废修为，我会让你安然度过余生。若他朝黄轩宇将死，我会满足你的遗愿，让你亲眼见他惨死。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看到他死。首桩目标已经达成，挣脱皇家桎梏，手握自保底气。可此番举动后患无穷，伤皇家执事带走一众授权，取走兽幻塔全部宝物。皇家察觉异常后，不出明日便会下达全城追杀令。从今往后，
盘龙城内再无武慈人此人。下一个目标还是差不多，继续积攒更多寿元，获得更多宝物。如今拥有了自保基础，想要获得更多寿元已经不难了。不管是烧毁高阶仙药，还是灭杀仙兽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卖掉这批仙丝品宝物，足够让我积攒一大笔寿元。之后攒足寿元再入兽幻塔却是难题。我已脱离皇家，再无他们引荐门路，眼下也不愿依附其他家族受制于人。城外兽幻塔归城主府直管，最优解便是求得城主特许，免资格盛宴，自有出入。届时寿元充足，便可随时兑换宝物，日日皆能得至宝，再好不过。好，明日直接让永福带我去见城主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位金叶也在城主府里面，难道真是某个家族的长老？我总觉得不像，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长老如此简单。城主府宴会上，各大家族的长老我都认识，没有一个人能让我有那种感觉。难道是其他家族的家主？起初我猜他是仙剑宗宋渊民，唯有此等人物才有这般底蕴。可这想法不实，宋渊民满身酒气，与那人气质截然不同。走，随我前去迎接。究竟是何许人，才能让两大会主在门口等待？莫非是城主？让三位久等了。未曾久等，刚到门口，道友就来了。先前多谢道友帮忙了，小事一桩。况且真永福小友如今已是仙剑宗长老弟子，即便我不出面，他也不会有事。先前道友也在城主府，为何未曾见着道友？诸位不曾发现实属正常，因为我隐匿于天上。好了，我们谈正事吧。道友看看这些宝物价值多少？道友认为评估如何？加起来顶天也就是200万仙石吧。如果道友愿意全部卖给我们，我可以出价200万仙石。这价格不错。还有，此物你再帮我评估评估，能卖多少仙石？这是仙五品中等法宝，道友，你确定要卖此宝？你出个价吧。我难以估价，不若我将此物送至总会，让道友一个合理价格。我短时间内缺乏仙石，道友就随意给我一个价位，我满意便可。要不如此，若道友信我，我可以先给道友500万仙石，而我也会命人将此宝送去总会，让他们在拍卖会中拍卖，多得的仙石，下次道友前来我再给你，如何？好。不得，去给道友准备700万仙石。不急，我还得和龚道友做一笔交易，毕竟龚道友也帮了我的忙。道友依旧是要购买仙药，500万仙石全部用来购买不同种类的仙药。你们公会最高级的仙药有哪些？以你我关系，你这仙石我能卖3株7品仙药，不过这等仙药我们也只能临时向总部调派，怕是要些时日。至于6品仙药，因上次道友提及过，我们已提前备下10株。若道友急需，我这儿可供应10株6品仙药，再加60株5品仙药。除此之外，只剩些3品、4品仙药都行。低阶仙药亦可，最重要能将这500万仙石花出去。对了，可有更高阶的仙火，能快速炼化6品仙药最好。先5品仙火便能炼化6品仙药，不过我们公会暂时没有这级别的仙火，但若道友需要，我这团仙火赠与道友便是。那行，多谢道友了。道友无需客气，若道友下次还需要购买仙药，可以随时找我。那龚道友可以提前向总部调来足够的高阶仙药，最好是7品仙药，6品仙药也可以多一些。可以，今夜我便向总部反映，尽量多存储一些高阶仙药。三位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告辞了。好，我们送你。哈哈，老公，我有预感，这位道友很快便能让我重返总部。他或许就是你的近人，能促成这等交易额，实在少见。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。若我调回总部，你至少是此处会长。若愿随我回总部，也能提携你一番。多谢会长赏识。你也一样。开始吧，还真是霸道。这等仙火，当前我的实力炼化不了。普通灵药从无此弊端，唯独仙药会折损药力，倒是头一回碰上。多株仙药同炼会流失生机，损耗寿元，日后炼化最多一次3株为宜。没事，反正也浪费不了多少。好，该去找城主谈判了。真永福素来谨慎，见面必择隐秘之地。
今日公然与慕容凌雪选在此地，这般反常，分明是在隐晦事情。他身侧有人，不便私谈。这小子到了仙界后，确实精明了许多。甄永福，过来。好家伙，安哥，你从何处捣鼓来了如此玩意儿？师姐，你在外面等会儿，无需担心，我和这位前辈单独聊聊。先对暗号，你在此地不要走动。天空飘来5个字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很好，你没事就好。自然没事儿。最近我依旧运气不错，还成了仙剑宗长老的亲传。他怎么跟来了？他说黄轩宇小气，怕我独自外出招致杀身之祸，所以寸步不离跟着我。我也摆脱不了他。安哥，你戴着面具来，不受影响吗？无妨，我早已与他见过一面，有些交流，迟早要见他。等会儿你出去时，偷偷培养你的假前辈我，就说我是你背后修为至少是玄光境以上。好，我知道如何做了。你们何时前往仙姬宗？昨夜我师尊说有急事，半年后再让我们前往，所以这半年我要住在城主府。那正好。安哥，你有什么谋划，需要接近城主府？哟，你小子已如此懂我了。跟你这么多年，总能猜出一些。我需要与城主谈谈，取得随意进出兽幻秘境的权限。随意进出兽幻秘境？既然你要在城主府里住半年，那我就不用急着跟城主谈判，可以一步一步谋划。行，安哥，你有任何需要我做的事儿，跟我说便是。等会儿你就按照说的去做，我会跟着你去一趟城主府。师姐，师弟有个请求，不知该讲不该讲。那人是谁？你要等的人？没错，相信师姐有所耳闻，在我被发现天赋前，有位前辈暗中培养我，这位正是培养我的假前辈。就是他，他不是月宵境实力。这位前辈怎会是月宵境实力？师姐为何有此错觉？我见过他出手，至少是玄光境，大概率是虚寂境，甚至有可能比师尊还强。虚寂境，甚至和师尊一样是琉璃境吗？可如此强者，为何在盘龙城？慕容姑娘，又见面了。见过前辈，再次感谢前辈上次恩情。慕容姑娘言重了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前辈，凌雪还需多谢您对我师弟的栽培。此子天赋异禀，我不过是不忍见明珠蒙尘罢了。如今他拜入你师尊门下，算是有了归宿，我也心安了。再者，能与天骄结交为友，也是我的幸事。师姐，前辈来到盘龙城后无处可去，可否让他入住城主府几日？算是师弟求师姐你了。若前辈不嫌弃，我等城主府自当奉为上宾。不知令尊是否方便？若是打扰，便算了。前辈不必忧心，我父亲素来好客，若得知您前来，定然欣然接待。那我便厚颜叨扰了。那前辈随我们一同回府。你们先行回府，我还有些许私事待办，稍后自会前往拜访。好，那晚辈先告辞了。父亲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过来商议一下你的婚事。该死的，这小子怎么也在？